哇哦，我们的煎饼果子车手这次也不负众望啊！不过这位车手的速度也不遑多让。当当，不过目前还是我们的常胜将军陈峰赶超了所有对手。这孩子开的真快真好啊！陈峰，我最喜欢你了，给我签名吧！成功之事！天哪，他竟然选择了直接硬刚大山，他放弃了平地。可惜，其余选手就为这个破局原来程峰这是在引诱其他选手经过碎石少度，来磨损他们的轮胎，从而利用自己的优势贴脸开大，真是太精彩了！我操！程峰的刀片超车，犹如刀锋般穿过了其他选手，又领先了。程峰好像就不会刹车一样，永远冲在最前面。哇，看来这次程峰遇到了劲敌啊，一直死追不放。程峰还是成功拉开了距离。那么接下来其他选手都要去围堵他了，还是太嫩了。看来这次的冠军毫无疑问又是程。等等，他这是坏了，程峰的车出故障了。可恶，我就要突破了，这该死的天道！我的刹车怎么会坏掉？渡劫失败，没死，但这一身修为全废了。脑死亡，程峰，为了逃避比赛，你现在连装死都学会了？放肆！何人敢偷袭本座？我这是误会传到了别人身上。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本座，触电把脑子电坏了，我是你姐。大姐，轻点，医生说他刚醒，别真给做断气了，医药费还得咱掏。苏少，肋骨要断了，这身体这么弱。想起来，行，给我一个不把你腿打断的理由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但我需要静养。装失忆，昨晚是谁哭着喊着要退役，现在跟我演这出？想起来了，既然醒了，有些事确实该了断。关于赛车，我决定放弃。放弃？你再说一遍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屁话吗？这具身体天赋平平，与其在赛道上送命，不如及时止损，回归现实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无论我也好，那个车队也好，都知道我不具备夺冠的实力，强行参赛毫无所意义。以这就是你给老爸的交代，一句毫无意义。我不欠车队什么，至于干爹呢，我会用别的方式报答。报答？你拿什么报答？拿你的命，还是拿我们全家的命？这是什么？为了让你进明腾车队，老爸不是靠关系，是靠砸钱，整整2000万赞助费。2000万？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哪来的？老爸把祖宅抵押了，那是云家的根。抵押？死当还是活当？活当，3年期，年利15%，3年后赎不回来，房子归典当行。只要退役，这笔钱或许还能追回部分。退役？程峰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合同签的是付费车手，条款写的清清楚楚，单方面解约10倍赔偿。2亿？没错，2个亿，把你卖了，把我们全家拆了去买器官，都凑不够个零头。如果不跑，老爸不仅没房住，还要背2亿的债去坐牢。程峰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还要退吗？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因果，是这具身体欠下的天大恩情，不用退了。怎么怕了？既然退无可退，那就杀出一条路。告诉干爹，祖宅我会赎回来。至于那2个亿，我会让明腾车队知道，他们签下的不是车手，是神。别以为说了句不退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有些账必须算清楚。那2000万赞助费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明腾车队是厂商队，盯着那位置的人海了去了。你真以为凭你那3级联赛第13名的成绩，能进2级联赛？付费车手带资进组，没错，为了买这个席位，老爸跟明腾签的是对赌协议。活当，利息怎么算的？年息15%复利计算
3年赎不回来，房子直接归典当行。3年连本带利要还3000多万，若是违约，则是2亿。明白了，干爹是在赌我能像那些天才一样1年成名。可惜他赌错了，你不是天才，你是那个一上赛道就腿软的废物。以前是废物，不代表以后也是。少跟我在这装深沉！你要是再敢在赛场上玩消失，既然接了这因果，这债我来还。你小子撞车把脑回路撞通了，口气这么大。与其怀疑，不如想办法把出院手续办了。我有事要回队。慢着，空口无凭，老爸信你，我们可不信。那你想如何？立字句太慢，现在对着镜头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看着镜头，严肃点，别嬉皮笑脸的。本座堂堂古武宗师，竟沦落到要靠拍视频发誓来取信于人。我程峰在此立誓，绝不退出明腾车队，绝不回约，3年之内必赎回云家祖宅。还有呢，那2个亿的违约金隐患怎么消？只要我拿冠军，违约金就是废纸一张。拿冠军？你小子还是先想想怎么把车开直吧。行了，录好了。这段视频我会备份3份，你要是敢反悔，我就发到全网，让你社死。随你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76床成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杵着？护士姐姐，我正准备去办出院手续。办什么办？你哥你姐早给你办完了，赶紧走，新病人等着床位呢。那什么，省钱嘛，反正医生说你也死不了。快点快点，别挡道！真是的，没钱还住什么单人房？走了，回家见老爸。内力全失，身负巨债，还是个矮子。很好，底牌越烂，赢起来才越痛快。老爸，任务圆满完成，把这小子毫发无损的带回来了。小峰，过来让干爹看看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干爹，我没事了。医生说我命硬，死不了。没事就好。我想好了，我要留在赛场，直到拿下1级联赛冠军。双星天雄，你们俩是不是威胁小峰了？老爸，冤枉啊！这小子在医院比我还横呢。就是，人家现在可是要把失去的尊严都赢回来。干爹，这不是冲动，爸爸留给我的赛车梦，我想替他走完。现在的撤退是逃兵，夺冠后的退役才是荣耀。好，既然你想战，干爹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你。干爹，我和明腾车队的合约，尤其是那2000万赞助，我想看看。看什么合同？那种商业条款有干爹给你把关，你只管开车。那我先回房休息了，还要准备复健训练。这就是吞金兽吗？前身这几年烧掉的钱，竟然接近5000万。干爹的祖宅已经当了，这一季的训练费和维护费不能再让他掏。怎么，躲在房间里算账？是不是发现自己前半生就是个败家子？青姐进男生房间都不敲门的吗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今天在老爸面前表现不错，没把医院的事抖出来，算你识相。若是抖出来，青姐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长姐如母的关爱。丢人！这女人手劲真大，这具身体太弱了，连个散打招式都破不了。青姐，暴力解决不了债务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我要把这套富士洋房抵押出去，作为这个赛季的备用金。你疯了？那是程叔叔留给你最后的退路。没有退路，才能一往无前。如果拿不到，我这辈子做牛做马还你们云家的债。但如果我拿到了，青姐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大的口气！行，你要是真能拿冠军，别说一个条件，只要你敢开口，本小姐全力配合。一言为定。抵押的事我会帮你办，别让老爸知道。这就是现在的体能极限吗？只是被压了一下，手臂就酸麻不已。这是内力？不对，是残留的电流。因祸得福，电击竟然冲开了闭塞的穴窍。只要能重修冲虚真经，哪怕只有1成力，这个世界的赛道也将由我主宰。2周前你还在重症监护室挺尸，今天就敢上大重量，嫌命长我可以送你1成，别死在我店里。吕叔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。鸦片。现在的年轻人把赛车当游戏，这是 F2 级别的颈部负重，25公斤，你现在的脖子会断的。加到30公斤。那小子疯了吧？那是 F1 车手的抗将仔标准。重旋真经，气行百脉，强化肌纤维，锁住骨骼。这怎么可能？在家停，够了！吕叔，我说了，我赶时间，新赛季只有1个月了。你小子的肌肉密度不对劲儿，这不是练出来的，
像是2次发育。或许是电击除阵把我电通透了吧。这是至尊卡，以后你也别付钱了。我就想看看你这具怪胎身体能在赛道上搞出什么名堂。谢了，吕叔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老程啊，你这儿子怕是要成妖了。F2 赛车没有转向助力，纯机械液压，这才是男人的浪漫。这具身体的肌肉记忆还在，但反应速度太慢。刹车点100米排，力量跟上了，但神经传输有延迟。凡人的肉体跟不上我的意识。既然电流能刺激经脉，那能不能刺激神经反应？冲血真经，雷音诀开，不需要减速。我感觉到了电流的走向。模拟器在传输路面颠簸数据之前，电流信号先到了我的手指。这就是降维打击。坏了，这可是工业级电机，竟然被我的真气反噬烧毁了。这种预判能力，如果在真车上，我就能感知到机械的极限，甚至凌驾于机械之上。赛车界，准备好迎接你们的王了吗？改良版培元汤，虽然药材年份不够，但这已经是这具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了。痛，这就是洗碎法骨，把这具凡胎肉尸里的杂质全部逼出来。培元沁第7层。现在的力量虽然还不能真气外放，但对付 F2 级别的过载力绰绰有余。明天就是报道日，明腾车队，希望你们别太让我失望。哟，咱们的小财神爷来了，路上没堵车吧？刘经理，我是来报道的。那个角落那是你的车，2号车。你的比赛工程师老庄在那边忙着，一会儿你自己去找他。这就开始下马威了吗？这就是程峰吧？哎呀，真年轻！我是张拓维，你在车队的师兄。幸会。听刘经理说你是带资进组，挺好。现在 F2 太烧钱了，没钱根本玩不转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希望上了赛道，你的车速能跟你的嘴一样硬。开工了，把我的前翼角度再调低0.5度，我要更激进的入弯。那个程峰哥，庄工说这辆车的底盘数据是去年的旧版，还没来得及更新。没关系，悬挂偏软，刹车盘磨损度30%，引擎进气道有积碳。这就是给我准备的战马，那我就用这堆破铜烂铁教教你们什么叫敬畏。拓伟，放心吧，好德轮胎和最新的空气动力槽片都留给你了。那小子就是个提款机，让他跑几圈过过瘾就行。这种靠钱砸进来的废材，我连看后视镜的欲望都没有。等试车的时候，我会让他知道，赛车手和司机是有生殖隔离的。小子，这里是斗兽场，不是你的游乐园。离合器结合点偏高，油门响应延迟0.3秒。这就是 F2 的工业垃圾吗？他在干什么？在直道上画龙！这是赛车场，不是驾校考科目2。55号，55号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保持走线，你差点害死后面的车。前后悬挂硬度不匹配，重刹时重心转移太快，底盘抗扭刚度勉强合格。我在热胎，顺便测试抓地极限。热胎？你在高速弯角把速度降到60叫做热胎？你是来散步的吗？看那个明腾的新人，他是把 F2 当碰碰车开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能力车手吧？能在赛道上开出路障的感觉，也是个人才。蠢货，连走线都不会，简直侮辱了这条赛道。挑衅，很好。真气管住转向杆，感知路面反馈。这里的大气摩擦系数变了。拓维啊，
刚才那个飞驰圈太漂亮了，1分48秒，目前的场上最快圈速。还行吧，轮胎还没完全跑开。要是没有某些路障挡路，我能再快0.5秒。程峰，你的单圈成绩惨不忍睹，但是你的这几个弯道的数据很奇怪。哪里奇怪？虽然你入弯速度慢得像乌龟，但你出弯时的油门控制精准的可怕。明天速度会提上来的。希望如此。这里是职业赛场，不是游乐场。看见了吗？那个废物刚才差点在弯道里停车，真是丢尽了明腾的脸。就是，刚才外面的车队都在笑话咱们呢，说咱们收了个只会撒钱的傻子。哼，这种付费垃圾，也就是来镀层金。等正赛开始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职业车手和业余司机的生之隔离。付费垃圾，让他连尾灯都看不到，让他滚出围场。生殖隔鼻，既然你这么想玩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？嗨，肯定是空调风太大了。拓维哥，明天的雨战测试，您肯定能再破纪录。那是自然，明天我要让那个废柴连我的车尾气都吃不到。这地跟抹了油一样，轮胎温度根本上不来。所有车手注意，切记不要大脚给油。轮胎工作温度普遍低于60度，抓地力只有平时的30%。雨战不仅仅是技术的博弈，更是对摩擦力规则的重新定义。这怎么可能？55号的胎温在暴涨，他在大雨里把湿地胎烧开了。疯了吗？那边全是积水，你会打滑飞出去的。我看不到路了，走！比第2名快了整整3秒，这是在开船吗？是悬挂调教的问题，太硬了，在雨地里根本没有反馈，而且那个程峰故意别我，这是恶意竞争。拓维，消消气，人没事就好。那个程峰不懂规矩，回头我肯定教训他。程峰，你刚才那圈虽然不可思议，但那是运气。这种极端的轮胎升温方式，再多跑1圈就会爆胎。那就在爆胎前冲线。我有事要调整，把前防倾杆彻底拆除，后悬挂硬度提升到最大，尾翼角度调平。我要零下压力的极速设定。你说什么？拆防倾杠，加硬后悬？这种调教在雨后湿地上，车尾会变得比泥鳅还滑，这根本没法开。庄信年说的对，这是自杀式调教，哪怕是 F1 的世界冠军也不敢在湿地上用这种漂移设定。我们需要的是稳定，稳定只能保证完赛，但我要的是统治。普通的调教救不了明腾，也证明不了你的才华。这辆车现在的极限就是你的极限吗？我看过你的档案，你被排挤到2号车组，不就是因为你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吗？现在机会给你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雨战之神吗？怎么想把车改成飞机飞回去？不懂技术就别瞎指挥，只会给工程师添乱。我在和懂车的人说话，无关人员闭嘴。你庄信年，按我说的改。我会用这台失控的机器跑个让所有人都闭嘴的数据。你敢不敢赌一把？不行，这太危险。总监，让他试。信年，你也疯了！如果他能控制住这种极度转向过度的车身态体，理论上他在弯道里能比别人快15公里。动手吧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暴力美学。小峰，马上排位赛了，紧张吗？干爹放心，只不过是热身运动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安全第一。家里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好，比完我就回去吃。2-1违约金
这笔账今天开始清算。程峰，这种纯赛道干地调教，配合现在的低温，简直是滑冰。只有滑冰才能在这个弯道超过去。这可是死亡之组，如果你失控，明腾就彻底完了。在我的字典里，没有失控，只有极限。老伙计，咱们去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地狱难度的揭幕战排位赛。气象台预报10分钟后有大雨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亡窗口。所有车队都必须在雨落下前做出最快圈速，否则就是淘汰。气压998%，湿度85%。天哪！开局即炸，红虎出队因为胎温不足，直接上墙了。程峰，赛道太滑了，千万别给大油！庄新年，准备进站。进站！进站！现在是做圈速的黄金时间，你要换半雨胎吗？给我换全热熔干胎。你说什么？马上大雨了，干胎就是自杀！我要在雨停之前绝杀他。快看，玉麒麟的新人柳素竟然率先前进站换上了干蛋，他是全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这螃蟹恐怕烫嘴啊！虽然雨停了，但路肩和低洼处还有积水，这时候上全热熔干胎，跟在冰地上跳舞没区别。抓地力再回升，这一把我要赌个杆位。糟了！撞了！柳素还是太急了，积水路肩教做人，全场黄旗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激进的下场。全员听令，保持半雨胎，绝对不能换干胎。现在的年轻人想红想疯了，那个柳素是蠢。至于咱们队那个付费废物，估计吓得腿都软了吧？也好，让他慢悠悠晃回来，别把那2亿的车撞坏了，还得我来扛大旗。扛大旗，你也配 ？Box， 准备全套软标热熔干胎。程峰，你疯了吗？柳素刚撞车，黄旗还没撤，这时候换干胎就是送死，我不允许！万总监，我是通知你，不是商量。胎给我备好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听车手的，换红温软胎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完了，明腾这次彻底完了。庄新年，你就陪着这小子一起死吧。庄工，把尾翼角度再调低1度。还要降阻力，那样在弯道会滑得更厉害。滑，那是弱者的借口，我要的是飞。天哪！程峰出来了，在这个死亡窗口，他竟然真的换上了干胎，他在玩火。你看车身姿态，完全控制不住。物理规则，那是给凡人遵守的。失控了，在这个位置失控就是粉身碎骨。又回来了！不可思议，他在地面上跳了一支千面舞。紫色第一赛段刷子，他在湿地上比别人干地还快。太慢了，还能更快。这是什么跑法？
他在利用打滑过弯，这是拉力赛的跑法，这是暴力美学，又是全场最快。他在不断刷新物理极限，这根本不是开车，这是在玩命。所有极限不过是弱者画地为牢的借口。失误。1分34秒518，杆位，这是统治级的杆位，他领先了第二名整整2秒。等了，他做到了，这小子是神！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但是我们赢了。不可能！是的，最年轻的20号机车手，哪位获得者？手右膝杆位，3项历史记录在这一秒被同时粉碎。这只是开始。后生可畏，那种路况赶上干滩，我欧米汉服气。运气好而已，欧前辈承让，确实是好运气。不过程峰老弟，运气这东西可是会用光的，正赛可是34圈，不是拼1圈就能赢的。实力不够的人才总把运气挂在嘴边。F1 现役车手朱浪君，精彩的绝杀！程峰，我是朱浪君。朱前辈，久仰。刚才那一圈，你在死亡弯环几乎没有减速，那一刻你在想什么？是赌博吗？对于无法掌控车辆的人来说，那是赌博；但对我来说，那是经过计算的必然。车是手脚的延伸，而不是驾驭人的机器。好一个手脚的延伸！看来我们大华赛车界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。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享受着最后的风光吧。正赛罚车才是真正的地狱。明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峰哥，刚才那个过弯太神了，数据组都看傻了。这回咱们明腾算是露大脸了，看谁还敢说咱们是2流车队。车调得不错，抓地力恢复比预期快了0.3秒。行啊，程峰，深藏不露。刚才那一圈，我都替你捏把汗。心浮气躁，杀意太重，这种心境注定成不了大器。张哥排位也不错，第8，很有竞争力。是啊，正赛才是关键，毕竟排位赛跑得再快，没积分也是白搭。张哥说的对，不过起点高一点，看到的风景总归也是不一样的。刘总，你看这个遥测数据，他在雨地里开出了干地的抓地力，这是天赋，绝对的天赋。老万，冷静点，不过是一个杆位，把你激动成这样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杆位，这代表程峰有冲击年度总冠军的潜力。如果我们把资源倾斜给他，资源倾斜，老万，你是不是忘了他是怎么进来的？他是付费车手，那个姓云的律师给了钱，我们给他席位，这只是生意。可是竞技体育实力说话，实力，在这个圈子里，资本才是实力。张拓维是我们花了大价钱从青训营一路培养上来的。他是明腾的嫡系，是门面。程峰，他不过是一块磨刀石。磨刀石？没错，张拓维最近太顺了，缺一股劲儿。程峰这块石头够硬，正好用来磨一磨张拓维这把刀。那如果这块石头把刀崩断了呢？那就换一把刀。但在那之前，石头永远只是石头，用完就扔。明天的冲刺赛，我要你改一下程峰的 ECU 策略。什么？那会严重影响他的出弯加速，这对他不公平。公平，我付他工资，这就是公平。我要让张拓维赢，也要让程峰知道，在这个车队谁才是庄。我知道了，但我保留意见。去办吧，告诉张拓维，明天是他的主场。至于程峰，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付费玩家的本分。风儿，这一仗，干爹把全副身家都押上了。干爹放心，区一个分站冠军，只是利息。口气倒是不小，要是拿不到冠军，这2亿违约金把你卖了都不够赔。青姐，我要是赢了，之前的赌约还算数吗？赢了再说，要是输了，不用债主上门，我先打断你的腿。心跳120，嘴硬心软的女人，那就请青姐拭目以待。风儿，注意安全！臭小子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雷之神车队老将乔星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杆位天才吗？小心点儿，别摔倒了。路这么宽都走不稳，乔前辈是不是该退休了？乔星选手，对于程峰昨天拿下杆位，您有什么看法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。不过正赛拼的是长距离的稳定性，不是谁都能把运气当饭吃。小子，
发车最好看着后视镜，我的车头会离你的屁股很近。那你最好跟紧点儿，因为过了第一个弯，你就只能看见我的尾灯了。乘风选手，这是您的获胜宣言吗？这只是陈述事实。上你刚才在爸面前顶嘴！晴姐，这是赛前鼓励。你流氓！这是意外。那这意外还挺甜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没有，你们聊。关公，策略定了吗？定了，程峰，这次我们给你安排的是一停长距离策略，重油起步，这会让我的前10圈均速每圈慢0.5秒。这是为了保后半程的轮胎优势，你知道的，新秀容易废胎。张拓维是轻油短冲策略吧？这是车队综合考量的结果。想让我做挡箭牌给张拓维铺路？刘思和，你的算盘打得真响。没关系，重油就重油。告诉刘经理，在这个赛场上，哪怕背着一座山，我依然是第一。哼，有车队的指令在，你能掀起什么风浪啊，程峰啊！哈哈，不会真以为我会听车队的指令吧？这个疯子！不行，明腾真正的战术其实是程峰，我们被误导了，快去拦住他！错了，其实你们什么都阻止不了。有车手失误，黄旗！靠，那个疯子！可恶，一群混蛋！我绝不能让他领先！想围堵我，还不如去围堵张拓维那个傻子。第2次黄旗是天赐良机，老万让程峰留在赛道上。可是刘总，程峰的软胎已经跑了10圈，胎温正在急剧下降，现在不进站就是自杀。明腾只需要一个冠军，那是张拓维。让程峰在前面压车，耗死乔星，这是命令。程峰，收到，请回复。车队指令，保持当前位置，不要进站。重复，不要进站。你的任务是压制后方车阵，为拓维争取窗口。右前轮抓地力流失30%，左后轮热衰竭峰点已过，再跑1圈必爆胎。程峰，听到指令了吗 ？Stay out。想让我当炮灰？做梦！程峰，你干什么？你违抗指令 ！Box， 换中性胎。蠢货，这时候进站，把领跑位置拱手让人，你还是太嫩了。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回去之后刘总会撕了你。让他排队。安全车将在本圈结束时返回修理场，比赛即将恢复。该死，轮胎没抓地力了，怎么这么滑？当我者死。这种垃圾车况还能追上来？你是怪物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这疯子贴这么近，想同归于尽吗？风速减少40%，引擎负荷降低，许是完成。老东西，你的轮胎已经到了悬崖点，这第28圈就是你的终点。必须刹车了，这破胎根本撑不住晚刹车。5000精准。
个速度，今晚绝对会飞出去。超过去了，极限晚刹车！程峰在第28圈完成了对乔星的绝杀，重回第一。这就是怪物的实力吗？程峰！这只是开始，我要的是整个世界臣服于我的速度之下。程峰，好样的！你救了车队，你是明腾的英雄。找到你了，臭小子，吓死我了！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？闭嘴，感受这一刻。混蛋！这是全网直播，你疯了吗？那是宣告你是我的经纪人，这荣耀分你一半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恭喜我们的天才车手，违抗指令还能夺冠。你是第一人，刘总如果是来邀功的，可以省省了。这个冠军和你的指令没有任何关系。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，虽然你赢了，但违抗指令的罚款单财务会发给你的。2亿违约金我都背了，还在乎这点罚款？倒是你，刘总，刚才如果不换胎，现在被挂在墙上的就是我。那是战术博弈，为了大局。不过程峰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明天的冲刺赛才是重头戏。颁奖典礼现在开始。享受你最后的风光吧，倒序发车，把你扔进狼群里。明天的第一弯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杀局，正好，我也还没杀够呢。程峰选手，外界普遍认为你的首冠是靠安全车搅局捡来的，若没有最后那次意外，你早已爆岗退赛。对于这种运气大于实力的评价，你是否感到羞愧？运气，在时速300公里的生死线上，弱者才谈运气，强者只看结果。但这无法掩盖你靠金钱买席位的事实。你如何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冠军？我也很好奇，那些自诩科班出身的天才，为什么会被一个付费车手超得连尾灯都看不见？你太狂妄了，这只是第一站。记好了，我的目标不是分站冠军，而是赛季总冠军。至于我是不是狂妄，赛道会告诉你们答案。冠军，你也得有命活到赛季结束。张拓维，记住你的任务，起步压住内线，别让他活过1号弯。放心，刘总，剑乐师和神龙车队都打过招呼了，这是一张铁网。既然你们想玩绞杀，那就别怪我把这网撕个破碎。张拓维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封气了，而在封典里全是破绽。关门，哪怕撞废了也要把他卡死在第8位。极限的咆哮声伴随着剧烈的横向激励摩擦声，什么鬼？他从哪里钻出来的？这不可能，那是视线盲区，他不要命了吗？你们的网漏风了。疯狗吗？这种自杀式跑法也想超我？给我滚开！老子才是未来的冠军！就是现在，破！中间，他什么时候在的？混蛋！我的领奖台太慢了，连我的尾气都吃不上。
下一个。很好，既然你想死在赛场上，我就成全你。喂，我是刘思和，启动那个违规调查，我要让他连明天的正赛发车格都上不去。红灯亮起，前排是舒心河与金哲言，程峰位于第8位，这可是个容易发生事故的绞肉团位置，尤其是右侧路面抓地力极差，通常没人会选这条线，除非无盏红灯瞬间熄灭。我的天，程峰疯了吗？右边全是沙石和灰尘。新人就是新人，起步猛有什么用？节奏乱了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左侧气流紊乱，假的。这小子背后长眼睛了吗？怎么卡得这么死？这防守简直滴水不漏，汉安顿这种老油条居然在程峰身上占不到半点便宜。不仅仅是防守，你看他的走线极其精准且节省轮胎，这种老辣的控车感，完全不像个14岁的少年，简直是个开了几10年的老司机。舒心河，别挡老子的路！我是要拿冠军的人，想过去，下辈子吧。这家伙，可恶！给我让开！鹬蚌相争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什么？中间有人？那是我的位置！程峰，你这个小偷！这种空隙他也敢钻，不要命了吗？这就是实力的差距，你们只配闻我的尾气。舒心河，先别打了，这小子太狂了，联手把他弄出赛道。正合我意。疯狗，这家伙不用省胎吗？每个弯都贴这么死。心乱了，气流就乱了。你的破绽太明显。该死，是假动作！金哲言失误了，他在16弯推头，把内线完全让了出来。太嫩了，回去练练心态再来吧。教科书般的施压，程峰没有用蛮力，而是用心理战摧毁了金哲言的防线，这是新王登基的信号。别挡路，给我滚开！你疯了吗？这里没有位置。撞车了！严重的撞车事故，赛道上全是碎片。安全车，看来老天爷不想让我赢得太轻松。这对程峰太不利了，巨大的时间优势被抹平，比赛还剩最后8圈，一切都要重来。既然差距没了，那我们就玩点更刺激的。这家伙在干什么？怎么还不加速？压这么慢！我操！他在谋杀吗？这是什么见鬼的压车节奏？这就是博弈，在规则的边缘起舞。赛会干事通知：55号赛车程峰涉嫌危险驾驶，目前正在接受调查。想罚我，那就在罚单下来之前，跑出让你们绝望的距离。真气流转一整天，正好3圈，这场游戏该结束了。冲线了！不可思议，在遭遇安全车压制、面临赛会调查的双重压力下，程峰依然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。疯子，那一脚刹车，这家伙就是个疯子！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见证了历史，这是 F2 历史上最年轻的小满贯。很多人说建州站是运气，金州站是巧合，但今天程峰用统治级的表现告诉所有人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。
肉身还是太软，这种强度的爆发，经脉有些刺痛。这就是气场，哪怕面对即将到来的赛会调查，他也自信的像个王。王总，我知道你们很有诚意，但是这代言费，爸，多少钱？野牛自行车3年独家代言，每年10万。10万？那也不少了，够我买好多装备了。王总你好，我是乘风的法务代表，关于您的提议，我只有2个字：免谈。乘风是 F2 最年轻的小满贯得主，未来的 F1 车手，让他去代言一个县级品牌的低端自行车，这不仅是在侮辱他的商业价值，也是在质疑您的市场眼光。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许私自接教乘风的商务，那种廉价合同只会把他的身价锁死在低端市场。双清说的对，是我短视了，但是小峰现在名气大了，确实需要个专业的人来打理。那找谁？外面的经纪人一个个都像吸血鬼。那个，大家怎么都看着我？不用找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乘风的专职经纪人兼法务主管。啊，星姐，你要上学还要……怎么？你有意见？还是说你想让那些为了10万块就敢卖了你的外人来管你？没，绝对没有。星姐出马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很好，记住，我是为了保护云家的资产，不是为了你。你的每一分商业价值，我都要榨干到极致。完了，大姐这是要垂帘听政了。这么晚了，经纪人大人有何指示？这是我拟定的经纪人代理合同草案。虽然我们是姐弟，但亲兄弟明算账，有些规矩得立好。这种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？一定要大半夜查房？怎么，心虚？还是说你在房间里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冤枉！我连车队的赛车女郎长什么样都没看清过，我的心里只有赛车和修炼。最好是这样，记住，你是云家的希望，也是我最重要的艺人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你的前程。刘思和，这老狐狸果然没憋好屁。违规换胎啊！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由于千斤顶故障导致的被动延时，规则里有豁免条款。看来光拿冠军还不够，有些人得让他知道疼。既然他想玩法律和规则，那我就陪他好好玩玩。敢动我的艺人，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颈部抗击力已经突破9G 了，心率还在110。要是全力爆发，冲虚真经强化的身体能把这机器拆了，得收着点儿，不能被切片研究。怪胎，简直是怪胎！乘风，你这身体密度比1级联赛的职业车手还要恐怖。吕叔，这算是合格了吗？合格？这简直是完美！如果你再按常规练下去，那就是浪费天赋，甚至会影响发育。那就是说，我以后不用每天来报道了。没错，你只需要保持日常维护训练，我这就给你出具免训评定书。这数据老云看了阔都吓出脏病。第一步自由，搞定。体能过关了，所以你就想跟我谈条件？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当场考试。好二哥，这个我喜欢。爸，让我来出题，要是他答不上来，就乖乖回学校背书。小景可是咱们家的学霸，老二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好，只要你能通过小景和小青的考核，我就准你休学。听好了，已知函数 f(x) 在 R 上可导，且 f(x) 到与 x 就正，限时3分钟。构造函数 g(x)(f(x) 0.50安率，求导得 g 等 x 刀玉在零，吊桥记。数学好不算什么，既然你要做职业车手，法律条款背熟了吗？大秦赛车法第142条关于撞车责任的界定，在非故意竞速对抗中，后车若为保持安全超车距离导致碰撞负全责；若前车恶意变道超过2次，后车可保留正证据，相法其承担提起民事发生碰撞，前车其应承担主要责任。我操，老二，你是不是被外星人附体了？这脑子是碳基生物能有的？看来贤昌说的对，你确实长大了，不能再把你当孩子管。那不去学校的事准了。既然你精力这么旺盛，不去学校可以，但不能整天无所事事。爸，
既然小峰想学更有用的东西，正好我在中海大学修艺术鉴赏双学位，不如让他跟我去旁听吧。什么？去大学？怎么怕了？大学里可是有很多漂亮学姐，正如你的意呢。好主意，既能接受艺术熏陶，又有你姐看着你，省得你没人管束，无法无天。就这么定了。刚出了狼窝，又进了虎口，这女人绝对是想公报私仇。明天早上7点，敢迟到1分钟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长姐如母。这就是大学，除了空气中弥漫的过剩荷尔蒙和针对我的杀气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双清，这就是你藏着掖着的家属，看着也不像你那个只会惹事的弟弟云天齐啊！别提那个二世祖，这是程峰，我干弟弟。幸会，蒙学姐。哟，这弟弟眼神够沉的。双清，你确定他是弟弟？这气场看着像个久经沙场的老油条。咔嚓！学姐提醒一下，你再这么盯着我看，后面那群男生的眼神能把我千刀万剐了。怕了？看你脖子上的肌肉线条，练过的。普通学生可没这种爆发力。程峰，这是教室，不是你的盘丝洞，给我坐好。姐，讲道理，是他先挑衅的，而且这里太吵了，我想去图书馆。没办证进不去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溜，给我老实待着听课。靠，那小子谁呀？左拥右抱的，不仅调戏萌校花，还被云女神打情骂俏，这小子必须死！这种程度的恶意，比起赛道上那些想撞死我的车手，简直像过家家。双清，你这弟弟有点意思。敢染指我的女神，老子让你在全校社死！有些人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这种造谣帖也敢发？混蛋，这谁拍的？说我是豪门欺负包养小白脸！姐，为了这种蝼蚁生气，不值得。你还有心情装酷？这上面把你写成了吃软饭的3姓家奴。只要你不扣我零花钱，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。就是他，那个不仅靠女人养，还公然在课堂上猥亵萌校花的混蛋。猥亵？你那只眼睛看到的？全论坛的人都看到了，照片就是铁证。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？既然想玩，那就陪你们玩玩，正好活动一下筋骨。麻烦了，是鼓舞社社长木星剑，他是蒙维新的头号追求者，这下误会大了。就是你在课堂上对微星不敬，中海大学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好，你想教我规矩？鼓舞社木星剑，请赐教。别说我欺负新生。废话真多，让你3招，免得说我不尊老益幼。这家伙谁呀？这么能装？狂妄！太慢，力量分散，底盘虚浮。你们鼓舞社是练广播体操的？闭嘴！这家伙这种时候还耍帅？不对，木星剑连他的残影都摸不到，这完全是降维打击。给我躺下！心术不正，该罚。花拳绣腿，不堪一击。姐，2位学姐，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程峰，你疯了！那是木星剑，你把他踢飞那么远，会出人命的。松手，姐，我有分寸，用了巧劲儿，他顶多躺半个月，死不了。那叫巧劲儿，10几米啊，程峰，物理学不存在了。你这腿部爆发，练赛车练的，踩刹车需要大力气。你家赛车刹车要用这种要把人踢进 ICU 的力气？双清，
你看这个。完了，这下彻底瞒不住了。本想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疏远和造谣。现在摊牌了，我是挂叉。赛车天才，古武宗师，程峰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如果我说我还会小说，你会信吗？少贫嘴！你没看到周围的眼神吗？像是要把你吃了。程峰同学在哪里？我们要采访这位赛道武王。不是吧？这帮媒体在收狗的，这么快？走后门，不管是赛车手还是武林高手，今天先得活着走出学校。百年雪莲30万，虎骨胶50万，这哪是练武，简直是吞金。干爹为了我的车队席位已经背了2亿债务，再向他伸手要这笔天价药费，那就是不当人子了。既然这个世界的文娱产业如此落后，那就借前世的经典，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文化震撼。书名灯。盗墓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这就当是练习手速和反应神经了。毕竟赛车过弯时的拨片换挡需要比这更精准的控制。28分成，看似吃亏，实则血赚。在这个版权保护如铁律的世界 ，IP 才是金矿。上传，惊绝。接下来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这届读者的付费能力比我想象中还要强，不仅要我采费够了，看来连以后买个车队玩玩的启动资金都有了。文坛只是副业，真正的战场还是在赛道上。程峰，那个靠运气的付费车手，那个靠运气的付费车手，荆州站是我们的地盘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想教我做人，那就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会用速度碾碎你们所有的骄傲。霍汉飞选手，对于之前新闻中提到的终结神话，你是否维持原判？神话不过是运气好的付费玩家罢了。这里是荆州，不是过家家的地方。汉飞，别把精力浪费在后视镜里看不到的人身上。我们的对手只有时间。唐钰行的无视比霍汉飞的挑衅更具杀伤力。程峰选手，面对雷之神车队的双重施压，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赛道很窄，嘴炮太宽，赢我靠的是圈速，不是唾沫星子。这抓地预想的还要炸，这就是主场优势被剥夺的感觉吗？想跟我玩阴的？唐钰行1分27秒254，新的赛道纪录，雷之神车队统治了排位赛。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，必须拼极限。是神龙车队的慢车，他在故意阻挡路线。撞车了！林宇正上墙引发黄旗，排位赛最后时刻，所有车手必须减速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第6，这就是你给车队的回报。为了你的特权，我们可是得罪了不少赞助商。黄旗事故，非战之罪。借口！在东江赛道排位赛第6就等于宣告正赛死刑，你那点运气用光了吧？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判断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刘经理，我不记得车队合约里有咆哮车手这一条规定。纸巾不用了，充电倒是急需。谢了，法务官大人。这里是工作区，不是粉丝见面会。程峰，正赛是第5位起步，如果拿不到领奖台，你知道后果。刚才我看大屏幕，这条赛道几乎全是角弯，超车难度极大。第6名真的没希望了吗？绝望吗？既然常规超车不可能，那就用这第6名的位置，给他们上一堂物理课。没有绝对的死局，只有不敢破局的人。明天，我要这条赛道改姓。
在这个距离，我不存在刹车。乘风，小心夹击！不可思议，乘风像是预判了所有人的动作，起步连超3车，他直接升到了第3位。好样的，这家伙的反应神经是铁打的吗？该死的新人，这种起步简直是疯狗！乱了心神，就守不住线。乘风，你的软胎衰减率达到临界值了，再跟下去，圈速会掉出1分30秒。这老狐狸故意压车，想耗死我的轮胎。我们要不要保胎？保什么胎？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这圈进站，现在翻越策略，这可是第20圈，出来会掉进车流里的。相信我的出场圈，准备换中性胎。真气贯通，人车合一，轮胎温度我用摩擦来给。他怎么这么快？你的轮胎太硬了，让路。翻过去了，我们翻过去了。P2，乘风，你现在是第2名。这家伙简直是在玩命。哦，居然能爬到这里，看来以前小看你了。乘风，注意，数据异常，唐雨行在非刹车点松油门了。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防守动作，利用突然的节奏变化破坏后车的下压力，想同归于尽吗？告诉那个写书的小子，这里是赛道，不是谁都能进的禁地。好，既然你想玩这种脏的，那我就用鼓舞胶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物理规则。想逼我出局？乘风，左前胎温度过热，再拼一次刹车，你会爆胎退赛。老东西，拿捏的真准。穷寇莫追，今日的账，下战再算。乘风放弃了自杀式进攻，他冷静的不像个新人，他保住了 undercut 换来的优势。车队辛苦了，但这台车的散热系统回去得改。后生可畏，刚才那个弯换别人早撞墙了。乔前辈过奖，运气而已。运气？能在我的脏流里活下来，靠的可不是运气。下次我不会留那1秒的空隙。下次你只会看到我的丑脸。这混蛋，吓死我了！刚才差点就撞出去了，但他做到了。双青姐，你看，他在发光。哼，招蜂引蝶。唐神，对于这位新人的挑衅言论，您作为冠军有何评价？挑衅？不，赛车界需要狼，而不是一群温顺的羊。平均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天才！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是个非人类的怪物！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乘风，你的噩梦开始了！哎呀，这也太香了！某些人真的不来一口，这可是荆州一绝。我是车手，垃圾食品会影响神经反应速度。文杰，打赏加订阅虽然破了100万，但离那个数字还差得远。一株50万，还不一定有货。要想突破培元期，至少需要4味主药。这缺口，那是药材。没什么，查一下明天的天气。看来倾国倾城这个马甲得加更了。还有明天的冲刺赛，必须拿分拿奖金。前面有家限量手办店，走。乘风，冲刺赛只有120公里，大家都是软胎，起步就是决战。第4排视野很差，注意避让。收到。视野差，那是对别人而言。乘风的起步，他疯了吗？那是脏侧，钻入了死的半个车身。就是这里，破！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里明明没有路线。风的流向，我说了算。
上黄旗，后面撞车了，小心碎片！该死，这节奏全乱了。防守很严密，但在鼓舞者面前，你的心跳出卖了你的恐惧。还剩最后3圈，精车岩已经拉开距离了 ，P2 是我们必须拿下的。收到，看好18号弯。第19，这家伙是鬼吗？为什么甩不掉？外线，疯子！不可思议的假动作，程峰骗过了天才柳素，这是教科书般的心理博弈。P2，又是 P2，程峰你简直是神，积分榜第1稳了。还不够，只是第2而已。先生眼光真毒，这几味药材市面上确实少见。不过我要100年的血参、白芍、黄芪、川芎，只要100年的。100年？那可是有价无市的宝贝，特别是100年血参，那是吊命用的神药。直接报价。血参起步这个数，50万，而且没现货，得预定。其他3位加起来也得50万往上。100万，加上后续修炼的消耗，这简直是个无底洞。知道了，会员留意着，钱不是问题。过段时间我来提货。仅仅靠小说连载，回款周期太慢了。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构建一个更庞大的商业蓝图。同学，你确定要同时报绘画班和音乐创作班？这2个跨度很大，而且都很费时间。技多不压身，我想试试我在艺术上的天赋。现在的年轻人真自信。行吧，先把基础课的费交了。有了这个艺术生的身份，以后哪怕我拿出这世界上没有的名画和神曲，也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全能天才的人设才是最完美的伪装。哪位？吹灯写得很精彩，特别是那种身临其境的盗墓描写。你是谁？如果是催更的读者，这玩笑并不好笑。读者，或许吧。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名字——古武宗师李承风，或者我该叫你倾国倾城。不想你的双重身份败光。今晚10点，老地方见。在这个世界，竟然有人知道我的前世。倾国倾城老师是个明白人，新人新书，能拿到买断合同是天大的福分。福分？杨主编不妨直说，想花多少钱买断我的福分？我们经过专业评估，全版权买断，一口价50万。50万买断吹灯的出版、影视、动漫、游戏全版权。杨主编，你的算盘打得我在中海都听见了。年轻人做人要知足，这一行水很深，没有平台捧你，你那本书也就是一堆数据垃圾。想买断可以，只要拿出诚意，我并非不能谈。哦，这就对了。你要多少？60万还是80万？9位数。你疯了？9位数，过亿？你在拿我寻开心吗？怎么？天纵连这点格局都没有，既然出不起价，那就别来打扰我。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会让你跪着来求我。这个世界的资本家，果然都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傲慢。 9位数，程峰，你最近的秘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每天背着电脑来学校，甚至在训练间隙还要敲键盘。刚才那个电话是天纵文学网的吧？那是诈骗电话，你们信吗？电脑交出来。姐，这是个人隐私。根据大华国民法典，作为你的法律顾问预备役，我有权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进行风险评估。拿来吧你。吹灯？
那个火遍全网的倾国倾城，竟然是你！这数据仅仅是电子订阅的收入，就已经超过普通车手1年的薪水了。写着玩的，赚点休，赚点零花钱。写着玩？你知不知道这 IP 现在商业价值有多恐怖？刚才那个电话是想低价买断。开价50万，被我骂回去了。做得对，这种级别的 IP， 版权琛分才是王道。出版、有声、影视、游戏，每一项都是金矿。程峰，你需要专业的法务团队，还需要一个顶级的经纪人。那帮吸血鬼想坑我的弟弟，门儿都没有。两位姐姐，工资我暂时可发不起，要不肉偿？想得美，等你拿到车手总冠军再说。正经不过3秒，既然身份曝光了，以后这方面的谈判交给我们。那就拜托了，杨文斌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硬仗。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后台收到了一封加密的站内信。我知道你的车里藏着什么，鼓舞者。小风，那是谁？有人在监视你。这是恐吓，不管是商业竞争还是私生饭，这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。报警吧。别紧张，红客联盟的朋友开个玩笑罢了。恶作剧。知道鼓舞者身份，看来这个世界的阴暗面比我想象的要深。恶作剧？你什么时候认识红客联盟的人了？姐，先别管这个，既然身份曝光，咱们谈谈正事。杨文柏这种人贪婪成性，天纵网只是开始，以后会有更多资本鳄鱼围上。你的 IP 价值巨大，没有专业团队会被拆股息费。所以，青姐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全权经纪人，谈钱你最在行。那是自然，哼，谁敢坑我云家的人，我让他连底裤都赔光。欣姐，你是我的首席法务官，合同陷阱、版权纠纷，全靠你这双火眼金睛。荣幸之至，不过我的咨询费可是按分钟计算的。谈钱多伤感情，我现在身家都压在违约金上，发不起工资，要不肉偿？程峰，你皮痒了是吧？流氓罪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两位姐姐好好配合，别让我失望啊！这臭小子，等到了平洲赛场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程峰，你的入弯速度太快了，那是沙地，你会毁了悬挂。他疯了吗？那个豌豆全是碎石。他的目标是打破纪录，不仅仅是快，还要重。千斤盾，沉！这不科学！刚才的下压力峰值怎么可能这么高？空气动力学套件坏了。这什么？是把赛车当拉力赛开吗？明腾的2号车手疯了，这种跑法，排位赛前他的车就得报废。他在干什么？这是练习赛，不是特技表演。不，你看他的出弯速度，虽然看起来狼狈，但他没有损失时间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内力与离心力的临界点。练习赛第一，还在刷新，他还在加速。这种程度还不够，面对博雷车队的围剿，我需要更极致的武器。他不是在乱跑，他在重新定义这条赛道的物理规则。极限，那只是弱者的借口。明腾的付费少年，老子今天就教你做人！结束，别急，注意轮胎温度。一般人的极限是刹车，我的极限是灭。程峰，
那里必须刹车，你会飞出去的。千金转银锭，这他妈是什么鬼抓地度？见鬼了！没有侧滑，这不符合空气动力学。物理规则由我改写。1亿成风1比35.102，1分35秒，破了赛道记录2秒。机器坏了，怎么回来了？排位赛才开始7分钟，车出问题了。车没问题，是这条赛道只能跑这么快了。可是不换胎再冲一圈吗？道哲豹还在做成绩，这就是天花板，再跑只是浪费汽油。程峰，现在就收工！你是在藐视其他车手吗？这可是排位赛，你确定这个成绩能跑出杆位？我不是藐视谁，只是在这个成绩面前，众生平等。操！这小子开的是战斗机吗？1.3秒的差距，绝望的鸿沟。这就是强者的自信吗？真是迷人的危险。哼，这臭小子装的一手好逼。他真的就不跑了？赌没人能超？甘名已定，接下来该准备真正的猎杀时刻了。程峰，提前收工是在羞辱对手吗？你凭什么认为那个成绩没人能破？这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。如果是为了博眼球，你的吃相是否太难看？亵渎，在一群蜗牛面前展示光速才是残酷。道剑速正在做最后一圈冲刺，如果被反超，这番话会不会成为笑柄？道剑叔开着赛车在最后一个弯角冲出赛道，结果已定。在这个维度，他们连我的尾灯都看不见。姓程的，别太狂！正赛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碎尸万段。疯狗只会狂吠，想咬我，先把牙长齐。剑叔，冷静点，这里是直播。程峰，排位赛是你赢了，但明天我们有2辆车。羊群才需要结伴，猛兽总是独行。采访结束，谁在挡路？律师函伺候。情况比想的更糟。大数据推演显示，奔雷车队明天会用绞杀战术，欧米汉负责长距离巡航，道震欧这只疯狗会不惜代价把你拖入缠斗，牺牲一个，放松另一个。对，道剑叔哪怕自爆也要毁掉你的节奏。想用人海战术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数量毫无意义。麻烦的不只是赛道上，车队内部有人坐不住了。刘思和，还是那个一直没露面的老板？是董事会。刚才发来指导意见，暗示如果明天不能夺冠，对赌协议将立即启动清算程序。什么？现在清算？这不合规矩，这是要在正赛前搞乱军心。他们怕你真的赢下对赌拿走股份，这是要把你往死里逼。前有狼群，后有背刺，看来明天不能只是赢。万工，把赛车调教到最激进模式。既然他们想要绞杀，那我就把这张网彻底撕碎。起步太慢了，老子滚开！杀意，这种程度的背叛，连3岁孩童不如。天哪！程峰在牙缝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，完美的起步！混蛋！该死的玛丽，给我追上去！剑叔别乱，按计划耗死他的轮胎。耗死我！可惜我的极限你想象不到。程峰，节奏完美，你正在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。这只是热风，准备进战，我要彻底终结悬念。快，只要正常发挥，出来还是第一。进不去，螺栓滑丝了。螺栓滑丝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搞什么？换个胎要1年吗？好了。这不是简单的失误，这是一种被操控的、来自黑暗深处的背刺。对赌协议将立即启动清算程序。好手段，既然不想让我赢，
那我就把你们连人带车一起碾碎。程风，还有14拳，必须尽快解决道珠术。他在发抖。该死！别像个鬼一样晃来晃去，给我滚开！心太猛了，你就只是路障。我看你敢不敢死！我不刹车，你也别想刹！千斤坠，定！你会冲出去的！疯子，你会冲出去的！不可思议！程风在悬崖边上起舞，这是教科书级别的暴力超车。程风 ，P2 到手，但欧米汉领先太多，保胎完赛。我的字典里没有保胎。太可惜了，只差0.3秒。如果你再有一拳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你的速度很恐怖，如果不是换胎失误，今天赢的是你。下次你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有些时候，第2名比第1名更符合车队的利益。小风，你察觉到了吗？那个换胎工查了吗？查了，是临时工，已经被辞退了，做得滴水不漏。好一个滴水不漏！魏家泽是在警告我，我想赢，得看他让不让。但这才是最讽刺的。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天价代言合同，他们点名要你，只要你签了，违约金的问题瞬间解决。原来如此，冠军属于车手，但悲情英雄属于资本。输了比赛，身价反而涨了。他们想把我打造成赚钱的偶像，而不是夺冠的车手。这是一把双刃剑，签了你就彻底成了他们的棋子，不签，2亿违约金会压死我们。棋子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签，既然他们想玩资本游戏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，直到我买下整个车队。3000万订阅，程风，你真的是写书，简直是在印钞！怎么，云大小姐也被同修卫吸引了？少贫嘴，爪子往哪儿放呢？那个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来的正好，首席法务官，来帮我算算这笔钱怎么花。明天冲刺赛，我会送你们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又是奖杯？不，是让所有看清我们的人闭嘴的响声。前排只有我和道教龙，程风在第7，这一把稳了。第7，在我眼里，前面全是空地。守住外线，那家伙喜欢从外侧超车。中门大开，谢了！中路突破，程风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车阵，1圈不到，连超3车。邱维瑞，你想同归于尽吗？别挡道，我的速度比你快。白虹贯日，破！引擎转速拉至极限。这不可能，那是外线啊！不可思议，1穿2，这是降维打击程风接管了比赛。程风，从 P7 到 P1，你再次创造了奇迹，这是否意味着你将冲击总冠军？把是否去了，这个赛季的冠军非我莫属。程风车手，请等一下。什么事？接到举报，怀疑你的赛车涉嫌违规改装引擎喷油系统，
现在我们要查封55号赛车进行拆解检查。违规改装，所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，你们这是恶意针对。程峰啊，年轻人想赢是好事，但要是走了歪路，这可是要终身禁赛的。魏家泽，你不想让我跑，直说。我说了，这里是资本的游戏，没了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故意输。查封55号车，重点检查燃油流速传感器，我有理由怀疑数据造假。慢着，不用拆了，传感器的铅封被人动过，就在昨晚。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贼喊捉贼！是不是胡说？查指纹就知道了。还是说，魏总敢让第三方机构现在就做认证？魏总，刚才的技术指控流程违规，在第三方公证员到场前，谁敢动这辆车，我就告谁破坏物证。好，很好，蒙大律师真是护主心切。车你可以留着，我也懒得查了。毕竟，有些东西比车更重要。老张呢？小刘他们呢？你们是谁？哦，忘了通知你们，鉴于车队战略调整，原有的后勤团队全部解聘了。这就是你给我的新团队，一群连扭力扳手都拿不稳的混子。喂，那个开车的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只要车能动不就行了？程峰，这可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精英，要是下场比赛车坏在半路，可别怪车队不支持你。魏家璞，你这是违约，你要毁了这辆车。违约？合同里只写了提供后勤，可没指定是谁。你想让我孤立无援？你可以继续赢，前提是你得有本事让这堆废机自己跑起来。既然你想玩绝的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一人成局。这是吹灯这一周的收益。这只是开始，刚才天纵网想用5000万买断全版权，拒绝的好。按照目前的流量增速，这 IP 价值至少2个亿。车队想断我的粮，那我就自己造个粮仓。双清姐，做我的全权经纪人。维西，我要你做我的法律堡垒。哼，10%佣金，少1分都不干。既然上了你的贼船，那我就帮你把这艘船修成战舰。裴总，100万美金只是基础，程峰现在的热度是海星年轻化的唯一解。云小姐，新人拿100万美金已是天价，你们还想要夺冠倍增条款？裴总，如果程峰拿不到总冠军，这钱你们1分不用给，但如果他拿了，我要3倍。另外，若是明年进 F1，代言费10倍。裴总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赌我能不能撕开那帮老家伙的防线？好，我就喜欢这种疯劲儿。海星陪你赌，合作愉快，程峰车手。不，或许该叫你千万富翁。那是迟早的事。这是新5系列的全球限定款，程峰送给你最重要的人吧。姐，伸手。你干嘛？裴总还在呢。这块表配得上帮你挡风挡雨的手。有了这笔钱，下一站锦城，我要让魏家哲知道什么叫资本的反击。那就让他看看我们姐弟联手能不能掀翻这天。喂，你要清楚，如果程峰夺冠晋级 F1，根据对赌协议，我们要赔付2亿违约金。放心，锦城站是山地赛道，意外总是难免的。这一次，我不只要他的车费，我还要他的命。刘思和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？程峰要是夺冠进 F1，这2个亿的违约金你来赔。魏总，车队现在的积分全是程峰跑出来的，如果现在动他，大秦汽联那边汽联查的是违规改装，不是机械故障。 F1 的席位早就卖给严家了，程峰不死，明腾就得破产，到时候你那些股份连擦屁股都嫌硬。那做得干净点，别把火烧到我身上。放心，这次是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老王他们人吗？调岗了，这站由我们接手。我是新任技师长赵猛。换人不提前通知，把上一站的悬挂调教数据拿出来，我们要核对。服务器全丢，你们不是很牛吗？自己调呗。根据车队服务协议第12，属于重大违约，我有权申请仲裁冻结这对账户。不用了，
既然他们想玩盲盒，那我就陪他们玩玩。数据会骗人，但车不会。既然换了人，这车恐怕已经不是原来的车了。这帮人眼神不正。放心，我的命，阎王爷收不走，魏家策更不行。气流左侧紊乱，B1下压力不足，他们动了前顶风翼的角度，刹车脚感不对，热顺线来得太快，这不是弹道刹车盘，是石面混合。程峰，感觉如何？这可是我为你特制的冠军刹车片。前面就是死路，去地狱领你的奖杯吧！这都没撞死。备用车在哪儿？刹车油管爆了，备用车调教还没做。5分钟，把我的设定数据输进备用车，否则断的就是你的腿。赵技师，如果你不想坐牢，最好按他说的做。疯子，刚才只要偏1厘米你就没命了。阎王不敢收，魏家则送不走。我的天！刚才练习赛程峰那个贴墙刹车是人类能做出来的吗？物理学不存在了。那是对车辆重心的极致掌控，他在利用摩擦力代偿刹车力，这是鼓舞级的反应速度。1分26秒883，刚上来就打破了去年的杆顶记录，这就是明腾的付费车手吗？新人太凶了，不过姜还是老的辣。很快，但还不够极致。程峰在疯狂推在那辆备用车的极限，第一段刷子，第二段刷子，还要再次刷新自己的记录。谢谢。备用车的底盘刚性只能撑到这儿。柳苏在飞，他吃尽了所有路肩。0.07秒，柳苏在最后时刻绝杀了程峰，这是什么神仙打架？有点意思，终于不用跟一群绵羊赛跑了。200年份药材炼制的精华，希望能助我冲破桎梏。轰！体内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被气劲冲碎。第8层顶峰，感官完全不同了。隔壁房间向微的打呼声，楼下走廊的脚步声清晰入耳，方圆百里落针可闻。魏家策，你的手段藏不住了。这混蛋是在房间里孵蛋吗？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接机都让我们等了1个小时。或许是在复盘昨天的排位赛数据，或者是伤势复发。让一让啊，谢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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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让一让啊，让一让啊，谢谢！你去整容了？气色怎么会这么好？哪怕是顶级保养也没这效果。修炼过头，睡过了。2位美女久等。少来这套！我和伟熙在机场像2个傻子一样等你。我的错，为了赔罪，闵城最贵的餐厅随你们点。可是你说的，我要吃那家预约排队半年的私房菜。没问题，我有办法插队。走吧，吃完去赛场拿冠军。这家伙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妖孽？真不错啊，哥，你这家伙还真能办到啊！好了，你们再吃会儿，我去忙了要。呼吸绵长，心率恒定，这不是修车工的素质，这是杀手的心理素质。峰哥，车检过了，昨天的刹车隐患彻底排除了。赵猛，今天的换胎组好像有2个生面孔啊，那是魏总临时调来的，说是 F1 那边下来的精英，手速快。原来如此，想在近战换胎的时候把罗姆锁死，让我退赛。既然想玩阴的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绝对的暴力破局。
第8层顶峰，世界的流速在我眼中变慢了，灭灯的信号比光更快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抢跑！天才在绝对的压力面前就是个笑话。该死，被他的气势压制了节奏。流苏，冷静！这种反应速度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乘风！这家伙不用保胎吗？真气护体，这些距离对我来说不过是微风拂面。第17圈，乘风驶过大直道，轮胎表面磨损均匀，抓地力依然处于巅峰状态。乘风瞥了一眼仪表聊数据，油温正常，胎压完美。这套软胎至少还能再跑5圈。box， 乘风，这一圈进站换胎。我的轮胎状况很好，不需要进站，那是错误的策略。这是车队指令，我们需要防守身后的 undercut。防守？是想把我骗进去，然后用罗姆锁死我的比赛吧？收到。既然你们急着动手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呼吸平稳，心跳气势，这可不像失误，是蓄意谋杀。这轮在干什么？快点！该死，那是冠军的窗口！耗时10.2秒。乘风，你落后了。欧米汉过去了，张拓维也来了。给我压住！疯子，这个速度今晚你会飞出去的！告诉那个傻气裁判，我会拉开欧米汉5秒以上。赛会调查结果，造成可避免碰撞，罚时5秒。这可是用了15圈的旧种领胎，抓地力为何还没衰减？你的尾流，我收下了。超过去了，现在是第1，但还不够，必须拉开5秒。我也没打算只赢他几秒。这家伙是想把我也套圈吗？赢了，我们赢了，你依然是冠军，蝉联。告诉车队，这种不关心，下不为例。龙总，你简直是我亲爹！为你鼓掌，为你疯狂，给你磕一个！我疯哥！散会了，家人们。我有分寸，东西带了吗？全程录制，云姐特意叮嘱的掌中宝，像素足够看清毛孔。刚才那个轮胎卸得很辛苦吧？我不是。看着我的眼睛，谁让你故意拖延那10秒的？魏经理，
我们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，程经理，你还敢来？是魏家伞，是魏经理让我干的，他说不能让你赢。抓到你了，老鼠！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这就是明腾车队的夺冠战术。董事长，这是误会，是那个程峰用了妖术。妖术？两个大活人对着镜头指认你，你跟我说是妖术？我可以处理，只要给钱，那两个技师会改口的。不，我在 F1 还有人脉，你不能封杀我。拖出去！另外通知法务部，我要让他连底裤都赔出来。战玉斌，你卸磨杀驴，没有我那些脏活，谁帮你干？脏活干烂了，就得换把刀。这个程峰有点意思。痛快！老子做生意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明腾那帮吸血鬼割肉。他们出的价码是什么？赞助费全退。另外，他们承诺下赛季无条件提供 F 市车手席位。F1次车席位，那可是多少车手拿钱都砸不开的门槛。意料之中，詹玉斌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怎么止损。干爹，那个魏家泽呢？那个蠢货已经在行业黑名单上了，这辈子别想再碰赛车。老鼠清理干净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明天的冲刺赛还有人不死心。风儿，合同虽然签了，但赛道上没有法律，只有物理，小心狗急跳墙。老鼠清理干净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明天的冲刺赛还有人不死心。听懂了吗？如果程峰追上来，必须让车，这是总部的死命令。凭什么？冲刺赛倒数发车，在第一，他在第8，就凭魏家瑟已经完了。你想陪葬吗？别忘了你的续约合同还没签。让车，给一个付费废物让车，做梦！今天我不介意再毁一台车。这疯子最好别干雨事。灭！来呀！你不是快吗？我看你怎么过这堆废铜烂铁！P5，节奏很好，注意，张驼卫全速在掉，他在压车。张驼卫，让车！让车！老子这就送你去地狱！找死！没想到程峰竟然是这种人，为了赢，连队友都不放过。找死！毫厘之间做出一个反无理的钟摆之苦。昨天是你命大，今天正赛，我要让你连人带车变成废铁！左3寸，碎片，右前方，游子，路在风里。为什么撞不死你？滚开！程峰，小心，他在恶意逼车，刹车！同样的招数对我没用。收工。哪里，小峰这孩子就是运气好，随便开开。云总，赛车毕竟是青春饭，令郎虽然拿了双冠，但这商业价值嘛，还得看底蕴。底蕴？王总觉得什么样的底蕴才配得上这一杯酒？比如文化产业，现在的年轻人能写出像吹灯那种神作的，才叫真本事。崔等，那书写的也就一般吧。借着今天的庆功宴，我想向各位宣布一个消息：大家口中的赛车天才程峰，正是全网订阅破亿、版权估值10亿的崔等作者，倾国倾城本身。哪位是程峰先生？关于崔等的影视改编权，宝莱坞那边来人了。
我知道我是天才，所以我从不低调，许点梦想，因为人无低调。我知道我是天才，所以我从不低调。我知道我是小，我从不低调。1亿，仅仅是影视改编权，这还是美金。爸，这只是首付款，加上后续票房分成和周边，小峰的身价已经超过了整个明腾车队。写书只是为了赚点修车费。干爹，违约金的事不用愁了。小峰，你这简直是文武双全啊！以前是干爹眼拙了。文事已了，该去武斗了。今天的冲刺赛那是战场，注意安全。现在的你是行走的印钞机，也是别人的眼中钉。放心，他们连我的尾当都看不见。欢迎新资加入。各位观众，对于昨天程峰的双冠神技，坊间传闻他在压灯起步。压灯，也就是赌运气，猜红灯熄灭的时间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是在拿职业生涯赌博。不，星子，你看这组数据，那是人类神经反应的极限，甚至超越了极限。这不是赌博，这是鼓舞者般的预判。他能感知到电流切断前的那一丝微弱波动。你是说他在物理层面作弊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冲刺赛程峰在第8位起步，前后全是死敌，这才是真正的炼狱模式。风向东南，抓地图7成，杀局1成。剑魂！太慢了。雕虫小技。这小子怎么甩不掉？太慢，别等到。是什么见鬼的极速？0.5秒。拓维，保持节奏，不要做无谓防守。闭嘴！这是我的比赛。找死！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停得住？既然不想跑，就滚下去。疯子，你会上车吗？这种程度的勾心斗角真是无趣。程峰，完美的比赛，你是明腾的骄傲，真正的王者。过奖，运气好没死而已。大全赛车界的规矩该改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痛快！这帮孙子终于低头了。看来明腾总部的诚意到了。全额退还2000万赞助费，底薪涨到10万。钱退回来就好，咱家小峰不用再看人脸色了。不止，重点是明年 F1 的正赛席位，只要拿了 F2 总冠军，那个位置就是你的，铁板钉钉。冠军，那只是我也想要的东西罢了，算不得他们给的。签好了，干爹。
钱什么时候涨？后天。钱一到，我立刻去典当行把祖宅赎回来。赎回需要多少利息？大概300万。本来想再拖2年，但利滚利太吓人。这里有钱，先拿去把利息付了。你哪来的300万？除了代言费，你手里不该有这么多。赛车是烧钱的行当，我总得给自己备点弹药。小风，这个家终究是你撑起来了。双清，你弟弟说这卡里有300万，是不是真的？爸，你也太小看咱家这位双冠王了。这本书现在是全网第一，版权费都已经谈到1000万级别了。这是小峰写的，那个抓鬼的。闲来无事写着玩的，这简直是印钞机呀！赛道上他是王，商业上他也是神。明腾以为他是棋子，殊不知他是执棋人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真正的布局才刚刚开始。小峰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个底。除了明腾，其实还有2家 F1 豪门车队也在私下接触我。哪2家？红牛还有法拉利，但他们只给新人合约，还是3号车手。留在明腾做一哥，还是去豪门当凤尾搏命？这步棋怎么走？我不做凤尾，也不稀罕鸡头，我要做那个定规矩的人。程峰，这个月稿费200万。这只是电子定域，版权费还在谈。青姐，以后谈判你全权负责。那以后赛车是不是可以放专职写书，姐姐给你当经纪人？不，写书只是为了搞钱，赛车才是我的命。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程峰，你还有多少惊喜？也没多少，刚好够把这一潭死水搅浑而已。云先生，合同既然签了，那之前的一些误会……哎呦，手滑了，这老胳膊老腿的真是不中用。没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云先生是个讲究人。东西没了，以后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詹总那边替我问好。不过有个坏消息，新合同的内容被人泄露出去了。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安生，这是冲着毁了小峰去的。你们得自己想办法降温。不管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敢动小峰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快看，那就是那个吃软饭的赛车手。听说他入赘豪门了，这合同全是水分吧？程峰，赛道上你或许有点本事，但在中海大做人得夹着尾巴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封神，亵渎校花，败坏校风，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！吴新建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我要起诉你们聚众斗殴！替天行道？就凭你们这些花拳绣腿？别以为上次偷袭得手就无敌了，今天我们人多，看你怎么狂！人多，土鸡瓦狗，数量再多也是送菜。虚张声势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废了他！小峰，别冲动，等警察来。不用麻烦警察，你们是一起上，还是一个一个来送丝？我赶时间。程峰，别说我们欺负人，是你自己找死，非要挑战8大将军。李辉，别留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中海大的规矩。废话真多，一起上吧，我赶着去图书馆。给我废了他！动手！小峰，小心后面！太慢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将军，连给我热身都不够。我操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根本没看清，一秒钟8个人全飞了，这还是人吗？走吧，青姐，这里乌烟瘴气的，不仅吵，还很弱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了？我说过，以后没人能欺负我们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刚才那一招无影脚，发力短促，爆发惊人。没想到你是古武传人，跟了一路，有事。如果是要签名，找青姐排队。庄学弟，刚才谢谢你帮忙解围，但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要走了。我不追星，我追的是潜力股。程峰，你需要一个大脑。大脑？我有青姐做经纪人，有干爹做后伴，为什么需要你？因为云学姐懂商业，云伯父懂江湖，但他们不懂 F1 的政治。有点意思，继续说。你现在是 F2 积分榜首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明年会顺理成章升入明腾 F1 车队，但据我分析，
这是死路。为什么？明腾是老牌车队，升上去不是正好吗？明腾 F1 现进2位车手还有3年长约，违约金高达9位数，车队不可能为了一个新人支付这笔钱，或者比那更糟。所以你觉得我会租借去烂队？他们会用试车手的名义把你锁死在板凳上，榨干你的商业价值，直到你的天赋生锈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无路可走？有路，但这条路不在明腾，而在那几家真正的豪门。你需要一个能帮你把简历递到豪门领队办公桌上的人。分析透彻，眼光毒辣，这小子有点东西。F1 围场是封闭的圈子，豪门领队眼高于顶，凭你一个大二学生，怎么递这份简历？如果我说我手里握着通往雷之神车队的秘密钥匙吗？理由？因为那个能决定雷之神赛车引擎参数的首席工程师是我爸，而且他正好缺一个能驾驭他新引擎的疯子。雷之神现营车手福简阳还有半年退役，这是唯一的缺口。盯着这个位置的人，恐怕能从这里排到大秦皇宫。凭什么给我？正选席位是给豪门太子的，我们要抢的是第3车手，也就是备胎，必须保证每年不少于1场正赛替补权。你要我去当备胎？这可不像古武宗师该干的事儿。福简阳身体不好，只要签下这份带强制出场条款的合约，一旦他旧伤复发，你就是唯一的救火对手。这一场赢了扬名立善，输了坐穿冷板凳。我爸看过你的遥测数据，他说你的刹车点违背物理常识，雷之神的新引擎就需要你这种人。成交，你去搞定老头子们，我负责在赛道上所有质疑闭嘴。合作愉快，未来的 F1 世界冠军。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水军，数量不少，可惜质量太差。既然想玩人海战术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古武级别的手速。用钱砸死黑粉也是一种暴力美学。热身结束，接下来该去玩真的了。街道赛没有缓出区，在这里开车就像在客厅里开直升机。赛道表面温度42度，抓地力完美，告诉新人别挡路。这家伙入弯无速度指示，入弯速度太快了，完全是在赌命。轮胎状态只能再撑1圈，必须现在做成绩。收到，把引擎模式调到排位，我要飞1圈。这就是极限，这种游走在刀尖上的感觉，久违了。刹车失灵了！红旗，支油前面，减速，小心前面！该死！呼吸，把世界的流速放慢。说吧，结果。天哪！汽车连环撞，起步区变成了废车场，银色赛车直接被撞得弹飞起来。杂语取消，与我无关。啊！为什么甩不掉？斩！守住内线，5号弯是他唯一的进攻点。心浮气躁，全是破绽。这个时候开 DRS， 他想自杀吗？千金坠地！疯子！还不够，要把这台车的攻速给炸出来。一下子追上来了，真是收狗皮膏药。幸亏有，就在3号弯解决你。想超我，
还是喷小黄药。糟糕，是陷阱！撞回来！楚州冲刺赛惊险落幕，乘风极限救车获亚军，虽未夺冠，但亚军的遗憾用这个来弥补吧。刚拿了奖金就烧钱，这车落地至少200万，你现在是用钱送你的，以后别挤地铁了。所以我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，3年900万，这才是第一笔。程峰先生，作为您的忠实车迷，手续费全免，这辆火云是顶配，现车直接开走。既然签了这种级别的代言，明天的路程站你必须拿出配得出这身价的表现。放心，在这个领域，没人比我更懂速度的价值。观众朋友们，排位赛开始，程峰一马当先，看来他迫不及待要征服这条轮胎纳星赛道了。磨砂。哦，天哪，那是漂移吗？不，那是极致的抓地力控制。他在8号弯根本没有减速。1分30秒084，新的赛道记录。程峰仅仅用了1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风一圈吗？程峰，还剩7分钟，唐钰行只差你0.4秒，不再出去冲一圈保险吗？不用了，0.4秒在 F2是天剑，他这辈子都追不上。恭喜程峰选手拿下杆位，兵不血刃，这一圈堪称完美。常规操作而已，车况不错。但我很好奇，在8号弯那种颠簸下，普通人的视觉神经会因震动产生0.1秒的延迟，而你的救车动作是在车身失控前的0.05秒完成的。程峰，你的神经反应速度还是人类吗？或许我只是运气好。运气？我看未必。明天的正赛我会盯着你的每一帧动作，看看到底是运气还是别的什么东西。这就是国际赛道，怎么感觉比中海的马路还要颠簸？全是细碎的坑洼，这就是路程特色，这里被称为轮胎克星。高速过弯时，这些颠簸会把赛车的悬挂震碎，把车手的5脏6腑颠出来。这不是路，是桩。颠簸不是阻力，是借力的支点。路不平，心平就行，只要速度够快，车轮就是飞过去的。这就是他在专业领域的自信吗？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省力气。走吧，去维修区，好戏要开场了。第一圈，也是唯一一圈。燕子诀定。该死，抓不住地！这疯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峰哥，还有10分钟，不再跑一圈，保险一下。不用了，这个成绩，他们把轮胎跑化了也追不上。收工，保养赛车。程峰选手排位赛只跑1混就直接收工，这种行为在 F2 历史上从未有过。有人说这是自信，但更多人认为这是对对手的傲慢。如果你能一拳击倒对手，为什么要出第2拳？浪费力气，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，更是对对手的不尊重。所以，你认为明天的冠军已经非你莫属了？我来这里只做一件事，拿走冠军。至于其他人争第2就好。很狂妄的宣言，希望明天的正赛，你的轮胎能像你的嘴一样硬。人家让我们去争第2，路程赛道意外多。明天，既然他这么想赢，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。想联手围剿，那就来吧，正好拿你们祭旗。太慢了，连尾流都吃不到。
该死的挡路狗，滚开！想过我，除非我撞墙。真气流转中天，这速度只是热身。我让出位置！这是队长的胜利，你过不去。你这混蛋，吓死人了！姐，我说过会赢的。快擦擦汗，别感冒了。变态，简直不是人！乘风选手，恭喜夺冠！高强度比赛后，你竟然没出汗，这种强度的比赛不需要出汗，这是否意味着你还未尽全力？尽全力的对手还没出生。这家伙越来越会装了。双喜临门，老板，灯版权费到账了。这数字能买下半个车队了。文坛只是提款机，赛道才是战场。现在你是名副其实的双重巨头。说第二件事，你表情不对。雷之神 F1 车队的秘密考察函。F1 豪门，终于注意到我了。不只是注意，是怀疑。他们要看你的反物理过弯，他们想研究我的特质。数据组分析了，那不是人类能做到的。如果被发现鼓舞秘密，会被切片的。那就让他们看，只要他们跟得上。下场比赛，他们派了影子来试探。影子？专门制造意外，逼出对手极限的死士。想看我的底牌，拿命来换！